呢是那个荔枝啊，荔枝，那么都是就是多福多子多寿的寓意啊。再结合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花卉啊，整个的这个蝶恋花的纹饰啊，非常的热闹啊，一派生机勃勃的这个感觉。而且它这个方盘的制作呢，也是非常的难得啊，非常的周整。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背面啊，背面呢，它的这个两端呢是有2个双系啊，2个双系。然后呢，它的另外2个对面的这个外壁呢是各画了2只蝙蝠啊，各画2只蝙蝠，也是鸿福齐天的意思。比较难得的是它的这个底部啊是落了一个大清嘉庆年制的这个款，大清嘉庆年制的这个矾红款啊，这个款写的是非常的周整。我觉得几乎都能达到官窑的这个款的写法了啊，还是不错的。这件还是民窑，对，还是属于民窑精品，民窑精品啊。然后但它这个款写的是非常的周整的啊，尤其是它这个碗外壁的2个双系呢，我觉得是在一般的这个盘子上面很少能见得到的。而且这2个双系呢，保存的也非常的不错啊，然后这一对呢，它品相都是完好啊，几乎就没对，口上还有描金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包括这个口上的描金也都保存的特别不错，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对盘子啊，应该说它的制式除了方盘以外，它的2个比较特别的双系呢，也是它的一个卖点啊，也是它比较特别之处。然后这个盘心的纹饰呢，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谁竞买到了，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它的这个纹饰啊，乍眼画过去非常多，但是没有一组这个花卉是重复的，各种各样的花卉，然后配上5只蝴蝶啊，蝴蝶翩翩起舞，这个蝶恋花的这个纹饰啊，非常的漂亮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还真是一对儿啊，一对儿，一对儿，一模一样。对，这边上那个边上这对称的，是的，你看两边对称，对。然后这是一对全品相的啊，带嘉庆年制的这个款的啊，这一对全品相的拍品，今天晚上也是，8点钟开播以后会为大家举锤拍卖啊。对，这一件起拍价格是25000全品相。这对盘呢，主要特殊在它是一个方形的。我们以前在这个盘，甚至在碗上也见到完全类似的这种纹饰。但这个呢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方盘，而且2个是带提梁的啊，2个兽耳提梁。这件东西呢，当初是应该有2个耳可以提起来的。这个呢跟别的任何一个不一样啊，有2个铜耳，可以提起来。那说明这个东西呢，当时它这个摆设呀，看来有一个特殊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注意啊，它这个釉面上出现了窑灰。大家注意，这个釉面上是有窑灰的。我们讲这个瓷器上出现窑灰啊，雍正时候在粉彩上就出现了，当然那是雍正晚期时候出现的。后来呢，在民窑当中呢，在不断的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匣钵呀，可能是反复使用，出现了这种缝隙，在凉，就是让这个器物在降温的时候啊，这个灰尘呀吸附在了釉的表面，出现了这种形态。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在鉴定瓷器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现象。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很少在康熙的瓷器上见到有窑灰这种现象的。所以看到窑灰以后呢，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它的上限在什么地方，它的下限在什么地方，然后再看它中间用的彩。你像这个彩明显的和乾隆就非常的近，所以这件东西呢，因为嘉庆也就那么多年，是吧？所以它这个东西呢，本身应该是受乾隆时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色彩用的比较的艳丽，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很漂亮，是吧？这个呢是嘉庆以后，包括道光也好咸丰也好这个色彩的搭配上，和乾隆和嘉庆早期的这种搭配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看东西呢，我们刚才讲了造型是特殊的，
如果里边色彩搭配的一塌糊涂，那这件东西也不是一个成功之作。不仅仅是器型比较特殊，而且里边的色彩搭配也非常的华丽，那么这件东西就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尽管我们讲它的款写的不是那么特别周整，但是这样的东西在民谣当中也是很了不起的精品。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到文甲的问题上，就提到了，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文物商店在1796年以后嘉庆民谣的精品，是我们文物商店柜台上重点陈设的东西之一。像这种东西都是我们当年放在柜台上，也特别是外宾世界各地来的外宾特别追捧的东西。像这样都是像这一类东西都是的。所以这个呢，我讲在这儿多说几句的目的呢，就是要引起大家注意，这种东西不多见。是的，而且比较少见，是全品相保存非常难得辉色老师，我们这是一对一对。哎，对，这个东西不错，真的很少。以前我见过一个那个海棠型的碗，我们也叫什锦碗，高的海棠型的，里边就是花卉，就是完全跟这一样蝶恋花，还有就是那盘，那一般都是这种元器之类，这种属于方器了，的确是不多很少见很少见。行。好，那么有喜欢这一对的朋友今天晚上8点钟开拍有喜欢的可以到时候8点钟提前交一个保证金就可以参拍了这是一对这个是一对，还不真是少见这个，是这样。汤匙，对。好，谢谢唐老师。这一对，来，我们先来看我手中的这一对是，我先来看我手中的这一对呢是1315号1315号的亲嘉庆粉彩描金蝶恋花纹，不对，这好2对汤匙是吧？对，那还是这一对，不好意思。胭脂红1316号1316号，清乾隆的胭脂红釉汤匙一对胭脂红釉汤匙一对。我先说一下品相，那么其中一只呢是口沿有一处冲线，另外一只也是口沿有一处冲线2只都是。这个的话就需要大家在这个购物车里边自己看一下这个紫光图，看一下品相。好，它这对汤匙呢是里外正面和背面都是满施胭脂红。我们说胭脂红呢，它是属于低温釉它因为这个成分里边含有这个金粉所以显得非常的昂贵它的这个料是非常的昂贵的。那么由于它的这个配比和烧成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呢也会导致它烧制出来的颜色会略微的有一些差别。这一件呢，我们是乾隆时期的胭脂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胭脂红是显得非常的厚重的非常的厚重。然后呢，越往晚清往民国时候的那个胭脂红呢，就显得比较的薄一些了，对，淡一些，薄一些所以这一件呢，说它是这个清乾隆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且呢，它的底部呢是落了一个乾隆年制的4字双行的楷书款青花款青花款。然后呢，这一对呢，整体品相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口上有个小冲线口上有个小冲线。今天晚上的起拍价格也是1000元起拍。那么有喜欢的，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一对拍品然后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来源是扬州文物商店的一个库出扬州文物商店的库出他当时他写的是霁红汤勺，但是这一件明显不是霁红这件它就是胭脂红，要比霁红要高级很多。是，好，来，我们继续看下一对汤勺。这前后2个标的都是一对汤勺。那么我现在手中拿的呢是本厂的1317号
清晚期的矾红描金五福捧寿纹的汤勺啊，五福捧寿纹的汤勺。我们还是先说品相，其中一只呢是口沿飞皮，另外一只是什么？另外一只是没有什么毛病吧？这是只是你那儿就这一点点，就口上啊。有一处冲线，哎呦我天！啊，我看看冲线冲在哪儿？冲线就这会儿可能不太好查了，得拿强光打一下。那么这一件呢，它是以矾红来描绘这个主体纹饰，是五福捧寿啊，5个蝙蝠中间一个团寿啊，五福捧寿。然后呢，在它的这个边上一圈呢，也是拿矾红来画了这个如意云头纹，寓意着这个吉祥如意、五福临门、五福捧寿啊。其实它这个寿字啊，应该是最早还有这个描金在上边，但是因为时间的这个久远啊，这描金啊是略微脱落了啊，略微脱落。来，我们看另外一面啊，另外一面这一块呢，它是以不同的这个寿字的写法啊，写了这。我没数啊，这大概目测得有20来个寿吧，20来个寿字。这块给贴上了没有？哦，这块贴上了没有？这块没有款，对，没有款。然后我们说这个古时候啊，这个寿字的写法非常的多啊，光这个勺子上面已经体现了20多种寿字的写法。对，在我们这个清代瓷器上，应该说寿字最多的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康熙的这个万寿尊，对吧？然后他是把这个寿字的1000种写法都给它集中在他当时的那个尊上面，每个写法写了10遍，加起来是10000个寿字，所以叫万寿尊。然后呢，这一件勺子呢是小小的汤勺，上面集合了20多款寿字的写法啊，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哈。也是值得研究的一对这个汤勺啊，画的呢也是吉祥如意的画片啊，五福捧寿的一个吉祥画片，然后来源于扬州文物商店啊，来源于扬州文物商店的一个库出啊，他当时写的是盖血红描金汤勺啊，盖血红其实也就是矾红描金的一个汤勺啊，也是实用器啊。这个盖血红呢，我们平时讲的是矾红，是吧？那么也有写成抹红，那么也有讲的是盖血红，还有叫珊瑚红。但实际上这种称呼呢，只不过是对不同的东西的一种称呼啊。但是他们用的这个材料呢，通通都是山羊花二铁。那么这个东西呢，他们叫盖血红啊，可能是我们文物商店过去老一辈儿这么叫，但实际上这应该通称还是叫矾红比较好一点，相对比较统一。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底下没有款，我们这个上面写的呢是清晚期，但是我肯定的告诉大家，这是乾隆的，啊，这是乾隆的，和刚才这个胭脂红啊，你看这个造型完全一致的啊，而且这个里边用这个矾红写寿字啊，这种写法也是我们这个过去就是从康熙开始传下来的这种写法，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也是一样。中间的这个蝙蝠大家要注意，这个蝙蝠的画法是我们鉴定瓷器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些纹饰的辅助纹饰，其实这个蝙蝠的画法就是乾隆时期的画法。哦，啊，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要注意这些细节，学鉴定啊，不要因为它有款和没款就是我们鉴定的依据，那只能作为参考。我们有很多是委托款呀，对不对？也写的乾隆，那就乾隆吗？不是的，是吧？我就说今天下午在直播间的这个各位朋友啊，听到这句话就捡漏了，啊，对吧？对，要不然没到我们直播间呢，就以为这件是清晚期的了。对，但实际上就是乾隆啊。这个而且扬州文物商店写的文甲这2个字，刚才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他们做的是对的啊，他们没有错。只是我们慎重，因为没款就把它写在清晚期，
但是这个写法呢值得商榷，还是应该很客观的。这上面也有文甲是吗？有文甲呀，这不是文甲，人家文物商店是对的。对，所以我们如实的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就乾隆东西。对啊，这个不是因为我是文物商店出来的人，我就要袒护它，没这个意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尊重历史。我们要尊重这些我们先人们给我们创造的这是艺术珍品，我们要尊重的是他们。所以我们要如实说是什么，就是什么那么有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啊，大家可能刚才没有听到汤老师说这个文甲的寓意啊，就是在乾隆以前的，对吧？当时都给它标为文甲啊，都是文物商店都会给它标为文甲。所以我们这件勺子呢，虽然我们公司定的是清晚期，但是我们可以结合到这个文甲的标签啊，我们说它是，就是汤老师刚才也说了，不能说因为没有款，我们就把它定为这个晚清啊。这一件应该说到乾隆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正好这个文物商店也是给它印了这个文甲的一个标签。对，好，来，我们继续往后。这对盘子，汤老师。好。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我手中为大家展示的是第1319号拍品啊，是一对清康熙的五彩冻石牡丹图盘一对儿啊。那么我们也先为大家说一下品相，其中一只呢是口部有一条冲线，底部摇风，应该是我看到它的冲线了，在这里，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手指的这个位置，然后到口沿啊有一处冲线啊，有一处冲线，然后底部的摇风在这里，底部的摇风在这里啊，然后包括它这个边上这一块也有一点点摇风啊，这就是出窑之前所制啊。然后另外呢，汤老师手中的这只呢是全品相啊，全品相，全品，好的，那么这是一对儿啊，一对儿拍品，口径呢是20.5公分，口径是20.5公分。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主体纹饰啊。首先呢，这件盘子的边沿呢，它是以这个青花啊，以青花来绘了这个锦地纹，对吧？以锦地纹。然后这个盘心呢，是以五彩绘画了这个冻石花卉啊，冻石花卉。然后边上呢是以这个五彩呢画了4组这个折枝花啊，2两一组啊，2两一组，一共有4组这个折枝花，也是象征着这个事事如意的意思啊，事事如意意思。那么拿到这件拍品的时候，其实给我的第一感觉啊，汤老师就是我是觉得它这一件的画片其实是仿万历的这个五彩的画片演变而来啊，因为万历时期它有那种提篮的那种。提篮花啊，它的整个画风呢跟这个非常的相似啊。应该说，因为本来这个五彩呢也是在嘉万时期非常的盛行啊，然后包括这个纹饰呢，其实它整体来说和晚明的这个画风呢也是非常的一致的，只是它边沿的这种青花锦地纹呢，还是有康熙时期的这种画工的特点在里边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背面啊，背面呢它是外壁啊满施这个黄釉啊，满施这个米黄釉。那么黄釉呢，它是属于低温釉，它的主要成色剂是什么呢？是铁，对吧？然后黄釉它是属于低温釉，然后这件黄釉啊，真的是隔着这个就是迎着这个光啊，隐约还能感觉到嘎啦光的那种意思在里边。然后它的盘底啊，是以这个青花写了大明成化年制的这个6字双行楷书款的这个寄托款啊，有一个双圈，是一件这个康熙仿成化，就是把康熙的一件作品，然后落的是成化的寄托款啊。那么成对保存呢，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
成对保存非常不容易。那么2只呢，除了1只有一点小小的毛病以外，另外1只呢，汤老师手中这只呢是全品相的。所以呢，这一对啊，仿这个万历五彩风格的这么一对盘子，看看有哪位朋友喜欢的，今天晚上可以多多参与。哎，所以这一对盘呢非常有意思啊，既有这个延续明代的遗风，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斗彩的问题，像这个纹饰的装饰啊，它是先画的青花，而且是边饰和中间的双旋纹。那么这种纹饰烧好了以后再在上面加彩的，那么像这种呢，有可能我们会叫它青花五彩，因为这两者之间呢，和我们过去讲的那种斗彩也好，五彩也好，是吧？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它先有青花，后加五彩的。有的五彩呢，像康熙五彩，直接在上面白釉上加5种颜色或者是更多的颜色的，它没有用青花啊。所以这种装饰的技法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清代早期啊，这个采用了白家真明的这种装饰技法，但方法又非常的多啊。这个叫官明进士啊，就是当时的那种状态。那么这种东西呢，也是我们当时的工匠啊，独树一帜的采用这种装饰技法，这也是别具一格啊，非常有特色。这个呢，主要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种米黄釉啊，康熙时期用的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在看这种东西的时候，像这种米黄釉就给我们几乎就定了调了。当然，我们讲后来有没有？有，道光时期依然也有这种米黄釉地的，对吧？但是这种颜色和康熙时期的还是不一样，大家要注意。这个颜色呀，特别的光亮，康熙时期的，因为什么呢？它又薄，光泽强，还有一个就是底下有大量的缩釉点。我们一直讲康熙青花也好，什么也好，你注意底面的这种白釉底下那种缩釉点，它是用长石釉烧造的，所以这种特点就特别的明显，而且那个点儿、那个眼儿又特别的尖、特别的细、特别的小。这个就是康熙时的特点，然后再加上写上这个款，那么毫无疑问，这种东西在鉴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这些特点啊，是我们在鉴定当中必须要掌握的。所以这一对盘啊，难能可贵。再加上注意中间这个玲珑石，我们要注意啊，在南京石竹斋崇祯时期的一些绘画技法当中。绘画装饰当中就曾经画过这种玲珑石啊，我们叫太湖石，它就这种画法，一直影响到什么时候？影响到顺治、康熙啊，再往以后这种画法就很少见了。包括崇祯，虽然我们讲石竹斋是崇祯时期就有这种绘画在册页上，在什么其他上面。但很奇怪，大量使用却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东西，也是我们在区分明代和清初啊这个两者之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握的一个很好的参考依据啊。这个地方呢，我专门强调一下，也是我们互相之间进行一个这方面的交流。是的。好，那么直播间的 F 老师您好，我们今天晚上对我们一共有46件拍品啊，今天晚上8点钟开拍，那么不是在您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间，是在我另外一个某音的直播间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啊，我们今天晚上8点钟在某音的直播间开始拍卖，一共46件拍品，今天晚上都要拍完，对，是的，刚才有个朋友讲算外销的嘛。这个呢，坦率的说，既可以算外销，但也不算外销。为什么原因？因为底下有这个款。是的。因为外销的东西几乎底下是不落款的，啊，因为落这个款给谁看？外国人看得懂吗？根本看不懂。是吧？这种文字，中国的文字，那个什么欧洲的、荷兰的，还是英国的这种文字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种东西呢，它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品种，当然如果说外销，这也无妨啊，这个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限制，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界定
是不是外销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对，好吧？是的。好，那么我们继续往后。来，我站起来拿这个吧。呀，我来。好，那么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件是本场的1321号啊，1321号是一只清康熙时期的青花西厢记烤红盖杯啊，烤红盖杯是一个盖杯，它这还有个盖儿啊，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盖儿呢，我觉得它的形制啊比较特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盖儿呢，它这个一圈呢还有点那个板沿儿就往下窝的这种感觉，和我们常规所见到的这个茶盖啊还不太一样，对吧？我们常规见到的这茶盖呢，它就直口嘛，就直口，但这件它是四边都又往下收了一下啊。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一件的画片啊，画片呢我们是叫这个烤红图啊，大家要问了，烤红是个什么意思呢？啊，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西厢记》呢是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个故事题材，就是我曾经是把这个梁晓欣老师写的，应该是《熊起以立》那本书里啊，就是关于《西厢记》，从刚开始这个旗店相逢，然后这个到后来的这个这个什么。高中状元归来啊，这些故事我都一一的看了一下，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片。来，我们看一下这一件呢，是其中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画片，叫《烤红图》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这个崔母啊，对吧？崔母拿着什么呀？拿着个棍子，然后前面的这个是红娘哈，红娘呢就跪在地上干嘛呢？是崔母呢，她在拷问这个红娘，就是家法。对，你要好好说说你跟张生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对吧？然后呢，这个画的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门后边这个应该就是张生啊，还是他的侍女啊？莺莺还是张生啊？这个应该是莺莺嘛，莺莺。应该红娘，烤红是打的是红娘啊，烤红，对，烤红娘。那后边这个是莺莺，莺莺躲在后边，小姐不出来。对，莺莺躲在后边啊，这种非常传神的这种画工啊，把人的这种心理状态啊，就是虽然没有口述表达出来，但是通过这种人物的画片啊，已经非常生动传神的表达出来了啊。就是这个崔母啊。拷问这个红娘，然后莺莺呢躲在后边，这个是出来还是不出来呢？这种心里边非常忐忑的这个心情啊，就是把人物的心理刻画的淋漓尽致啊。那么《西厢记》呢，它也是这个瓷器上边非常非常多见的一个画片题材啊。它也是表达了这个古代对于这个包办婚姻的不满，对于包办婚姻的这种挣扎，然后也是对这个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这种向往和追求啊。那么这个画片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底部是没有落任何的这个花压款啊什么的，底部是光素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杯心里边啊。杯心里边这件杯子呢，它属于是略微深腹一点的啊，它的这个高度啊是8.5公分啊，和这个传统的这种茶杯小杯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它这一件的，您看放在这里啊，它的这个高度还是稍微有一点高的。然后比较难得的是，它还配上了一个盖儿，然后盖儿上面这个画片呢，和这个器身上面的画片啊，杯身上面的画片都是一致的啊，都是这个崔母拿着棍子在拷问红娘，然后呢，这后边这个莺莺呢躲在这个闺房里边不敢出来啊，这个怕挨揍哈啊，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生动的一个画片，再加上这么一个茶具啊，就是在这个茶具上面，体现啊。就是也是非常的难得的这么一件藏品啊，然后品相呢是盖口沿科补啊，这块有科补，大家看一下，
拿这种，它这是拿什么补的呀？这是银，拿银补的，不是用金，用银。就这块啊，拿银补的。然后盖儿，对，盖儿里边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这样大家就能看见它的品相科普的地方啊，科普的地方，那有那么目测有那么三处哈，就是拿这个银补的啊。然后是盖儿口沿科补及一处冲线，然后盖儿顶口沿轻微科釉啊，就是这一块口沿轻微科釉，然后杯口沿小科，就是这个杯子的口沿有那么目测有那么一处，一处应该就这一处小科，对。那么这件茶盖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非常生动的这个故事画片。这件东西呢非常特殊啊，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我呢想了一个提示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像这种盖杯啊，和我们以往传统的盖碗呀、盖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喝茶这个盖杯呀，都是卡在口沿里边的，而这个呢正好是卡在口沿外边的，所以呢，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福建的朋友，大家都是喝茶的。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让你在品赏茶的时候啊，先要让你闻那个茶香，所以这个杯子往往是把茶进去以后，然后把茶倒出来，让你闻里边的香。这种呢，是不是啊？我们历史上讲的是闻香的那个香杯，是吧？这种呢是我们以往喝茶的那种容器当中呢不多见的。这件东西呢，因为我们到台湾、到福建是吧？很多朋友请喝茶的时候，有的时候让你来品赏我这茶好不好，先让人闻一下这个茶叶香不香。给你冲一下，让你闻一闻。它的杯子呀也是这样的，扣在口沿上，然后打开，让你闻里边茶香。所以我想这件东西有可能是不是我们古人也是，用闻茶香的那种香杯啊。这个呢，当然我可能也要向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学习的地方啊，请教的地方。对，大家有知道的可以一起探讨一下。大家互相可以交流，是吧？那么这种杯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盖到外口沿，而不是盖到里边去？我们传统的，就是传统的是地包天，这个是天包地。这是天包地，而且呢，这个东西不是寄配的。什么叫寄配呢？我们老一辈啊，把这个东西啊。后来的跟原来东西配啊，并不是原配的东西，是找了别的东西配上去，这叫寄配，就跟我们讲，这个原配夫人，和继母叫寄配啊，这个意思有点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意思啊，就是叫寄配互配的啊。所以这件东西呢，因为它纹饰和青花发色，整个绘画风格如出一辙，应该不会是寄配的东西，所以这件东西有可能就是原套原的原配，所以我想它这个功能更可能是闻茶香的香杯是这个，所以我想我个人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啊。那么这个上面的工艺呢也是一样，看没有？这上面的盖儿钮啊，这个外侧呀斜刮一刀，非常的犀利，这个完全具有了康熙时期的那种风格外刮一刀，而且呢，它这个器身上居然还有这种缩釉点，针别眼，我们叫针别眼这种缩釉点，说明他当时烧这种白釉的话呢，同样采用的是常识釉，所以才会得出这样的结果来。所以这件东西呢，虽然它没有落什么花压款年代款，但是可以肯定的讲，这件东西是康熙，无疑。一定是康熙的东西。我们有直播间的网友说这件事，说是日本的盖杯也是这样式。那么我们也不知道日本的盖杯到底是怎样那么如果按照您的这个说法的话，那有可能也是就是吸取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对吧？然后在我们中国瓷器上面有所体现
但是这个呢，这个绘画技法啊，包括釉的这个出现的这种效果呢，日本瓷器上是没有的。这个日本不管它是明代还是清初，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没有这种现象。它应该就是说沿用了这种制式而已。但是这件东西本身肯定是中国瓷器，因为它的这个画片也是中国的传统故事哈。是。那么这种故事你要去拿到日本，我估计大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对，也看不懂什么烤红，烤谁呀？是吧？这个不明白的，这个属于跟它没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行，这件东西。好，我们继续往后。